大家好，我是老吴。马上就要年底，各种过节了，因此这应该是老吴2025年最后一所仔细研究的学校 ——Monticello Academy，同时也是比较费心的一所。视频也稍微有点长，这里提前祝福各位家长感恩节、圣诞节、新年快乐！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共享更多的信息以及互道祝福。我们来年再战。这个学校非常小，虽然名义上有2个 campus， 但并不是真正的连锁学校。其中一个 campus 只是 preschool。小学和中学只有一个 campus， 也就是老吴这次拜访的这个。如果你去加州教育部 Directory 搜这个地址，就会看到 Open Date 写的是1980年7月1号。看过老吴以前视频的网友应该知道，这说明这个地址在1980年之前就已经是学校地址。不过在加州纸质资料转换成电子档案的时候，所有更老的时间全被这个默认的1980年7月1号所替代。实际上 Monticello 是于1995年开始的一个学校，最早只是 preschool，后来于2003年成立了小学和中学部，而目前加州最大的连锁学校 Stratford 是1999年成立的，比 Monticello 还晚几年。经过了这么些年， Monticello 勉强算是2个 campus， 而 Stratford 已经是31个 campus。 介绍所有其他信息之前呢，我想隆重的介绍下这个学校的校长兼创始人，貌似名字是读 Chin， 如果读错了实在是抱歉。他是1975年从越南过来的第一代移民，而自从他创立了这个学校以后，他在这30年只有一份工作，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和那些创业只是为了卖掉赚钱而不是热爱的人相比呢，这位老校长实在是让人敬佩。简单说完学校的历史和创始人，我们来看一下学校的其他基本信息。这部分主要是对他们家网站的一个深度挖掘。这里多嘴一句，老吴研究完以后大概率可以确定这个网站所有的文案基本都出自这个老校长兼创始人之手。有几点证据，一个是用词很多可以看出来并不是 native speaker， 另外除了他应该没有人能这么细腻的了解学校。最后从很多的反馈中了解到他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首先是他的一段 welcome 致辞，其中的关键词是满足 unique needs， 也就是一个个性化的需求，而他们的作用主要就是帮助和鼓励孩子不断开发新的兴趣和新的机会，以确保孩子们未来的成功。他们家网站并不 fancy， 但却十分有细节，也有很多非常人性化和实用的考虑。例如首页中间就是学校的 calendar， 这一般估计是家长最主要看学校网站的目的之一，而每个重要的日子都可以一键直接加入到你个人的例如 Google Calendar 里面，非常实用。说到学校的 mission， 这段话是纯文字的描述，有空的人可以抽空读一下这个，写得很细腻。这里主要提到了3样的东西，一个是他们希望培养的能力包括技术素养、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合作、沟通、积极的心态、社会良知、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内敛或者说自我约束。而培养的方法，一个是要学生自己意识到各自的 strengths 和区别，同时学校和家长要紧密的合作也是必须的。而培养的结果就是孩子可以成为负责任的决策者，他们也会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并对这个世界做出贡献。这里用的词呢，例如社会良知、自我约束、内敛以及负责任之类的，我猜这位创始人兼校长应该是信教的，只是我个人的猜测，欢迎拍砖。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各个年级的 program 的一些描述，依旧是比较细腻的文字描述。首先是 preschool， 其实大部分学校这类的网页都会有很多纯文字的东西，但是老吴读完这个以后呢，还是能感受到写文案的人是懂孩子的，特别是哪怕年龄差距很小的孩子那种细微的差别和需求。例如对于2岁的孩子，是鼓励他们有信心的去探索世界，并且实现一定的自理，例如自己吃饭、穿衣服、上厕所、照顾自己的玩具，同时能表达他们的情感和需求。到了3岁，从自娱自乐开始有了一定的社交的需求，需要在群体里找一个位置，这时候需要建立自信，积极的参与，学习如何在群体里工作，并且形成归属感。到了4岁，翅膀硬了点，开始有一定的独立性，得益于语言和肢体的强化，可以学习新的概念，寻找自己的兴趣，并且形成自己的学习节奏。看完以后，老吴眼前不禁回忆起几年前小吴的各种，非常非常的享受。当然了，即便你能很明确的写出来，要达到这些特质化的需求，对老师的要求也很高，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适度的 challenge 孩子，来引导孩子去发展特定的能力，同时要注意到孩子之间的个性，甚至是心理的需求，还是不容易的。小学的 program 这里提到了核心的教育手法是体验式和 project based， 培养孩子们 critical thinking、 writing、 reading、 speaking、 research 和 organizational skills， 主要课程是 math、 science、 language art、 social studies、 history、 computer and technology、 Spanish、 music、 art and PE， 这些后面我们还会详细的聊到。
从小学开始呢，这里每个年级左下方有个 Click here to access Curriculum Overview 的功能，强烈建议潜在的家长去看一下，比较详细的介绍了每个年级的课程设置覆盖的范围。例如我们点开1年级的稍微看一下，1年级的课程主要分为4个方向 ELA 语言教育、 Math、 History Social Science 以及最后的 Science， 每个部分又有展开。例如 ELA 包括读写听说以及一些语言的基本功，例如词汇、拼写、语法、句子结构以及 speech。 由于语言本身呢比较宽泛，内容很多，这里相对可能还不显得那么低调，但是你看数学部分就非常的细致了，它会明确的写运算部分是要教到3位数的加减、连续的加法以及简单的乘法，数字方面要教会十进制、数数和写高位的数字以及估算，测量方面会测量长度、时间之类的。几何则学的是基本的一些形状的概念，还有 problem solving 的一些基本的教育。同样在历史社科类以及科学类也会写得很明确，要教的内容不得不说十分用心。在参观过的所有学校中间，这个课程的描述细致程度绝对是顶尖的，而且十分透明，让我想起了中国的那句老话，明明白白的消费。中学的 program 这里提到了这个阶段的青少年不仅要学术上成功，还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变化很快，对老师要求很高，老师要有一定的 flexibility， 给他们提供适合他们年纪的建议，帮助他们形成对自己负责任的习惯，而他们在自己发展的同时，还会主动帮助他人，从而培养他们的 leadership。 这里老吴把几个有代表性的年级再拎出来，对他们的课程覆盖的范围做一个对比，选取的是1年级、2年级、4年级以及初中的6年级。因为3年级和2年级比较类似，5年级和4年级比较类似，就简化的去掉了。我们先看一下语言教育的部分。 Reading 最大的不同是1、2年级还会注重一些基本的技能，例如 phonics 识字之类的，高年级自然这部分就没有了。写的部分逐渐从低年级的说明性写作往高年级的 persuasive 写作转换，2年级开始有 research report， 初中课程开始出现诗歌，循序渐进。另外和其他的私立学校类似，2年级下开始学习教授 cursive writing， 也就是花体。听说部分低年级是一些基本的组织和陈述，而高年级从4年级开始是 summary report， 往高中去就是更多的讨论以及 debate。 而语言的基本功方面是贯穿所有的年级的，估计难度会逐步提升一些。数学部分整体的趋势是，例如运算会越来越难，概念会越来越多。从2年级开始引入分数，测量方面从1年级的长度、时间、货币加深到2年级的体积、质量和面积，再到4年级的测量单位。几何这个部分1年级主要是一些基本的角度、面、边、图形，4年级加深到一些例如 3D 图形之类的东西。这里2年级没有写几何，我不确定是由于例如分数之类的概念需要很多时间来教授，所以没空教几何呢，还是说几何在2年级主要是复习1年级的一些东西。当然到了初中以后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不仅每个部分的难度会有提升，还会加入一些高级的数学，例如代数、统计和概率之类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就放在一张图来解释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1年级是一些国家的概念，当地的一些地理、美国的人类组成、美国的传统以及一些标志，还有一些简单的经济学的知识。2年级开始涉及加州的历史，学习地图、政府以及美国的一些英雄。4年级开始地理部分扩张到加州以外的，例如欧洲、墨西哥，会讲述到一些地方州以及国家政府的区别。这个年纪也开始教授更多的历史的成分，例如哥伦布时期的前后、墨西哥战争、Gold Rush 时代以及加州早期和现代的一些历史。而初中才开始有讲到一些古代文明之类的东西。这里老吴多说几句，看过老吴以前关于 Challenger 以及 Stratford 视频的朋友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几家关于历史、地理或者社会科学的课程设置以及涵盖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Challenger 他们家从低年级开始先有了地理，然后在大概3年级的时候开始有历史。Stratford 他们家是从低年级开始就有历史和地理揉在一起教，但是呢，听到一些家长的反馈，从低年级开始教古代的文明，例如印加文化之类的，比较晦涩难懂，这个老吴个人也觉得不太合适，毕竟太陌生，词汇也难懂，学了估计也白学。而 Monticello 这一家，他们虽然也从低年级开始历史和地理就揉在一起教，但是是非常的细致和循序渐进的。低年级的课还是以地理为主，地理和历史早期都集中在加州本地以及美国的历史，从4年级时候才开始涉及到一些海外，即便是在海外也是相对美国人比较熟悉的欧洲和墨西哥为先，而6年级开始才开始教古代文明。我个人非常赞同这种课程的设置，很小的小朋友绝对是对地理的感受比对文明时代的历史要深，例如我们家小吴7岁了，还对各种矿石感兴趣，而娃对于本地的以及附近地区的历史也必然会比对远古时期早就消失的文明更加容易理解。
所以把古代文明教育往后放一点，而不再是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开始教授，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合理的。科学课程的设置也是从浅入深，1年级是声光电，2年级是地球生态系统，简单的一些 engineering， 而到了4年级开始有能量、天体等等的概念。老吴看完以后呢，很想再次感谢学校在这方面合理的设计，更符合小朋友的天性，以及非常的公开和透明。前面稍微夸了一下他们家有很多设计合理以及细腻的地方，但这里还要提2点顾虑。一个是要实现他们的这些目标以及教育的理念，理论上是需要很多优秀的师资力量的。但我在 Niche 平台上稍微查了一下他们家的师生比，显示是1:23，这个比例算是很差了，不确定是不是平台数据不准确所导致的。虽然说这些平价的私立学校，例如 Stratford、Challenger， 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实际的师生比也确实都是1:20几，但如果整个学校这个师生比1:23的数字是属实的，那么就说明 Monticello 他们家老师的总数还是少了一些。另外一点，他们家网站上和其他私校相比似乎少了一块，也就是学术成绩的展示，仅仅提到他们家是 WASC 认证的，这个我以前提到过，是一个 OK 学校的基本要求，没有啥说服力。Program 里面还有他们家 After School 的简单介绍，可以点最下面了解详情。After School 的老师是单独的，和正课的老师没有重叠。如果不参加 Club 之类的活动的话，那么时间的安排就是3点半到4点15分休息和零食，4点15分到5点15分作业，这个有老师帮忙，5点15分到接近6点的时候呢，主要是一些玩耍。他们家 After School 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基本分为5类，一个是学术，一个是体育，还有外语和艺术。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类是 leadership 和 organization， 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我们可以先点一下下面这个 schedule 的链接，看一下总体的 after school 这些 club 大概的日程安排。这里面有2个 button， 一个是他们家自己 sponsored， 主要是体育 band 和 robotics， 上方很贴心的有个注册的链接，点进去可以直接在网上注册，非常方便。左边有一栏直接把费用给列出来了，很容易看，大概要花多少钱，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自行选择，很人性化。而更多的项目呢是 contractor， 也就是第三方的项目，这里有很多页，我就简单的只收了第1页，这些是需要去到第三方机构的页面直接报名的，没有直接给出来报名的链接。左边的这些项目是可以点进去的，点进去以后就是 Monticello 他们家学校网站上关于这些项目的介绍，然后再点一下这些项目的介绍里面的 PDF， 等会儿我会稍微收一下，不要急。然后在那些 PDF 上面有第三方的报名链接，简单的说要点好几下，稍微有点繁琐，但好在全部都是 online 的，已经比其他的私校报名要方便。另外呢，老吴拜访过这么多私立学校，也知道大部分学校很多这些课后班的 club 都是外包出去的。不过像 Monticello 这家这么公开透明的，这是第1家。绝大多数呢是不愿意直接透露供应商的信息的。好了，我们仔细看一下这几大类的 club 里面都有些啥。例如你点 STEM， 所有相关的项目呢就会弹出来，再点一下各个具体的项目的名字，就会有链接去到相应的 PDF。很多从名字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项目是干嘛的。例如这个 ACSL， 也就是 American Computer Science League， 这是一个计算机项目，偏向于计算机竞赛的 club。第2个是个乐高积木的项目。第3个这个 Boba Bootcamp 也很有意思，是以做奶茶这个生意为例，教会孩子怎么从无到有的开展这个 business， 例如怎么做奶茶、菜单、marketing 和 branding 等等。看照片应该是有hands on的做奶茶的经验的，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财商教育。紧接着下面这个呢，也是教你管理金钱的一个财商教育。如果你扫刚才 Boba Camp 宣传册里面那个二维码，或者去到后面这个宣传册里面的网站链接，就会直接去到第三方链接，可以了解更多，包括注册、报名之类的。在下面这个 Chess 教下棋， Electronics 教电器的工作原理、电路设计之类的。下面3个 Math Club 属于不同供应商的项目，内容和侧重点不太一样。例如我们看一下第1个 Math and Logic， 点进去是个第三方的宣传册，这个宣传册呢还是有点差评哈，没啥内容，要点到他们家的网站才能看到更多。简单的说就是比课程更难一些的数学课后班，据说是比较 popular 的。Robotics 这个不用介绍。下一个 Steam Maker Club， 同样需要扫码去页面才能了解更多。简单的说呢，就是利用 Steam 相关的知识进行发明创造的 club， 看上去还是蛮有意思的。最后这个呢就更有点意思了， Super Brain， 看介绍似乎是教你一些速记之类啥的。此时不知道多少网友和我一样，立刻想起了那个由蒋昌建和 Dr. Wei 主持的节目，名字不用说，虽然很多年已经不看了，但这个节目居然还在，算是一个制造焦虑的娱乐类节目吧。欢迎来到原生营养 QQ 星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第10季国际巅峰赛，
有请主持人蒋昌建。世界的最强大脑在哪里？在这里，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我们要让科学。体育类的，他们家最 popular 的是跆拳道项目，教练是个 certified 国际裁判。这个学校的 club 据说已经出了10几个黑带，还有人甚至进入了美国的国家队，那应该是相当的厉害。语言类的课后班，这个学校在我拜访过的私校中间算是比较多的了。正课的时候他们是有 Spanish， 在课后的 club 他们有中文、俄文和日文。Open House 的时候呢，听他们说他们那儿有一些俄国和日本的学生，可能是因为有这种需求才开放的，也算是很贴心。Leadership 这里除了传统的 public speaking 和 debating，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叫 student government， 感觉类似于权力更大的 student council， 据说会实际参与一些学校的管理、政策的变更、问题的解决之类的，培养孩子管理能力和领导力。最后这个是艺术类的，当然有些传统的，比如说一些传统的 art 乐队，他们也把 cooking 归类到这里。当然最有趣的，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这个 Groove X Dance， 会教好几种舞蹈，有古典的，有现代的，感觉锻炼身体应该是蛮不错的。顺便看一下 program 里面的 Summer Camp 的信息，这里自然有一部分是偏向于 STEAM 的，大部分是玩的项目，还有体育类的项目。不过看这些名字还是能感受到这些 camp 是有些想法的，而且大部分包含几次 field trip， 感觉比大部分其他私校的 Summer Camp field trip 要多一些，感觉可能比较好玩。学校网站有一个 News and Events section， 看上去更新还算是比较勤快，东西也不少。By the way， 我还蛮喜欢他们家选的这些剪贴画的 logo， 但是有点遗憾，点进去只有一些简单的描述，照片、视频啥的都没有。这部分如果和 Stratford 以及 Challenger 他们家比的话呢，我最喜欢的依旧是 Challenger 这个部分，简单明了，而且很有内容。他们家网站也有一些对家长很有用的链接，一个主要的是 Plus Portals， 这个是一个学生管理系统，家长可以查询成绩、日程、学习作业进度、进行通信等等，当然老吴是进不去的。还有一个超级贴心的服务，他们叫做 In-Service Care，我想所有的家长应该都有过这种经历。由于老师的培训啊啥的，学校放假，家长不放假的这种情况，而且还蛮多的。如果不能 work from home， 也没有我们老一辈的家长在帮忙的话呢，只能到处求助或者请假。但是呢 Monticello 提供提前注册的这种 No School Day 照顾孩子的服务，这个也是超级赞的。再说一下他们家的午餐，据说是他们家每天自己做的，每天都有 hot lunch， 而且包含在学费里面，不用额外付费，简直是真的很良心。看了一眼他们家的菜单，每天样式都不同，营养也列得很清楚，公开透明。如果你去不了他们家的 campus 实地考察，网站上也有一个 virtual tour 的链接。不过很遗憾，如果你点进去的话，就会发现它不是像高科技一些的类似于 Google Map 那种实景可以360度旋转，而只有一些照片。所有的私立学校都有一个很难解决的痛点问题，就是个性化，特别是针对一些平价的私立连锁，你很容易看到家长抱怨他们不重视个性化，甚至是抹杀个性，也抹杀创造力。而如果你和这一家，也就是 Monticello 聊这个问题，他们除了会说他们是 project based 以及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那一套以外呢，还会重点提到他们的课堂上会用一个叫 IXL 的 online 练习系统，而这个系统呢是自适应的，所以会根据娃的能力调整难易程度，老师也会辅助进行相应的教学内容的调整。那么这个 IXL 究竟是啥呢？老吴很好奇的稍微研究了一番。首先他们的创始人叫做 Paul Mishkin， 这个 last name 是斯拉夫语系的姓氏，大概率是个俄罗斯的后裔，不确定是不是个老钱的家族。本科哈佛计算机毕业以后呢，就开始创业，至今已经是27个年头。和 Monticello 校长一样，又一位创业25年以上的创业者，老吴依旧要致敬一下。这个公司最早成立于1998年，原名叫 IXL Learning， 总部在 San Mateo， 在加州的一个城市。2007年的时候呢，推出了 IXL.com 平台，最早专注于数学学习，定位是一套全面且自适应的练习系统。所谓的自适应呢，刚才也已经提到了，就是根据答题者的能力动态调节题目的难度。随后呢，这个内容逐步扩展到数学以外的学科，例如语言艺术、科学、社会研究、西班牙语等。目前 IXL 已经全面涵盖 K12 的全部课程。通过收购其他的公司，例如 ABC 实现了快速的扩张。这个激进的模式呢，和 Monticello 校长这个比较保守的模式呢，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但是神奇的是 IXL 目前仍是一家私有的公司，公开记录里只提到他们接受过美国教育部4700万美金的奖金，而没有接受过任何其他的投资，一直是靠着自身的营收实现增长和扩张。不过考虑到
这个人呢名校毕业，很年轻就开始创业，老吴略怀疑他的家世可能比较厉害，至少在创业的早期可能会提供一些支持。总体来说呢，就是他们在现金流的控制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家的客户目前已经涵盖全球超过190个国家的数百万学生，预计每年的营收超过10亿美金。这是他们家网站的首页，可以看到已经涵盖了 K12 所有的学科。这里每个学科的后面有个所谓的技能数字，例如 Pre-K 的 Math 后面写着170个技能。这个技能数字呢，实际上是他们要求达到的一个具体的教育目标。他们家网站上有详细的列表，很长很长。而这些 skills 依据自然是来自于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CCSS 以及各州特定的标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而根据这个标准呢，这个 online 系统会指定相应的练习的 weekly plan。而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呢？据说他们家有一支由前教师、课程专家和学科专家组成的专业团队，参考市面上所有常见的教材。这个教材的列表呢，在他们家网站上有，也就是一些 textbook 的列表。然后这些基础上呢，他们就自主研发习题，并且因为是网络的平台，可以根据例如要求的变化灵活的更新。他们的一些课程是受过政府的背书的，例如他们有个 Takeoff 的数学课程系统是有加州政府的批准的。除了前面反复提到的自适应、明确的目标以及海量的题库以外，这个 online 系统自然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即时、动态且全面的分析系统。例如，这是一个案例的教师总结页面，可以实时的看到学生总体的使用情况，包括使用的场景以及每个学生各自的使用情况。相对应的，这是一个案例学生的总结页面，可以看到自己的使用情况，例如使用的时间、使用的场景、技能的掌握情况等等。学生还可以随时进行评测，通过评测的结果呢，了解自己的水平和需要提升的地方等等。那么这么个看着很厉害、用户也很多的系统，是不是完美的呢？那自然不是。如果你 Google 一下，排名靠前的就有这么一个网站，它是请愿关闭这个系统的，目前已经得到了接近2000人的响应，基本都是学生，他们还留了很多很多的负面反馈，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自己去读一下。蛮多的反馈是说这个系统给了学生很大的压力，甚至还提到有不少学生有自杀的倾向，甚至是自杀的实操。那么这个系统潜在的问题究竟是在哪里呢？首当其冲的抱怨呢是这个系统的惩罚得分机制，练习的总体目标是100分，如果你连续答对，得分的数值就会降低，而答错的惩罚甚至会远远大于答对的得分，会使得参与的学生产生挫败感、焦虑以及学习压力。另外呢，海量的习题实际上属于 drill and kill 的重复训练， IXL 的平台本质还是大量的重复训练，缺乏深度、批判性和原创性。还有这个系统的错误纠正机制，虽然答错以后会有简单的解释，但是缺乏概念以及深入的讲解，本质是通过反复的练习来更正。最后是所有 online 平台共同潜在的问题，就是数据隐私问题，用户量巨大带来了这个相应的隐忧。讲一下我们个人这方面的经历，我也曾尝试给小吴一些网络练习来强化，例如数学之类的学科，但过程中也确实发现了这里提到的一些问题。如果由于他不懂、不会或者误解，反复答错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显得很受挫，人也会显得很暴躁，这时候是必须要有人为的介入才行。如果没有能安抚情绪以及进行解释的人来帮忙的话呢，感觉后果是会比较严重的。第三部分，实地考察。借着他们家开放日的机会，我们过去好好的转了一下。这个是靠近他们家 campus 的那个路口，是条大路，这是我们临走的时候拍的。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呢，是要开进来的，可以看到交通十分繁忙，早晚接送可能会略费劲一些。这个是开进他们家门口停车场的大门，里面有个不大的停车场，总体专位不长，我猜早上这边会堵得比较厉害。当然了，附近是住宅区，有可能可以早上在路边找个路边趴的位置，然后走进来。校园包括停车场都有铁围栏，保证安全。先用学校的平面图稍微讲一下他们 campus 大体的布局。这边是停车场走进校园的大门，他们的校园内有3块室外的场地可以运动，一个是进门的篮球场，上方的一块算是多功能的室外场地，以及右下方还有一个小篮球场大小的场地。左下方最大的一间是大厅，或者说多功能厅，一些集会进行的地方。这里是学校的厨房，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能提供新鲜的 hot food 的原因。左上方是初中部的几个教室，右边的这个主要的建筑区就是 K 和小学，更小的小朋友 preschool 是在里面的，外面是小学，这种安排应该更加安全一些。
再看一下他们复刻的一些教室，左下方的2间是音乐和艺术的教室，这里是体育的教室，这里是西班牙语的教室。西班牙语教室的旁边呢是图书馆。顺便提一句，他们家的 library 还蛮大的，也有很多的书。相比之下呢 Stratford 的 library 就要小很多，书也少很多，而 Challenger 他们家是没有自己单独的图书馆的。这边是计算机的教室。这个学校除了少数年级，例如 K 是3个班的，小学所有的年级每个年级都是2个班，他们称之为 A 班和 B 班。另外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家 After School 将 Preschool 1年级、2年级，然后3到5年级分成4个独立的房间来照看和活动，而很多的学校为了节约老师 After School 都是混在一起的。这个就是进门的篮球场以及初中的教室。稍微插一句，这个 campus 所有的房子都比较老式，看上去有点像集装箱形状的房子，走在上面咯吱咯吱的。这附近的几个城市包括 Cupertino， 他们的公校呢貌似都比较缺钱，校园里有很多这种老房子，也有很多私校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设置。这个是上方的一个多功能室外场地，主要是给 preschool 小朋友玩的，有些滑滑梯啥的，相应的区域也铺了假草，减少运动损伤。这个是呢靠近马路的一块空地，往里面就是第3块小的活动场地。有一点值得夸奖的就是他们家连大树的树根附近都铺了假草，还是蛮细心的，既安全又卫生一些。这个是 preschool 的教室，各个学校长得都差不多。稍微提一下，学校北面围栏外面其实有一个额外的篮球场和一个非常大的草场，其实是和 Community 以及附近的 Stratford Santa Clara 的一个分校分享的，不封闭，在老师带领排除风险的情况下呢，实际上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活动场地。Open House 当天呢，先到大厅集合签到，当天来了不少人，还有不少是亚洲的家长。重点来了，带领我们 tour 的不是教职人员，而完全是左手边这些高年级的小朋友，也是目前老吴 tour 这么多学校中间唯一一所敢让学生主导带我们 tour 的学校，点个赞。学生2个人一组，一个5年级加一个6年级的学生，事先呢应该对他们整个流程有过培训，有流程表提示他们参观的顺序，一共大概参观了学校的7到8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老师在那里，然后老师会进行 presentation， 学生有计时器和倒计时的提示板，确保每个地方的参观不超时。这些学生很有原则，每到一个地方会提示不能拍照之类的参观原则，这一点和我们以前看过的很多私立学校不太一样，大部分学校在询问过后是会同意拍一些照片的。也可以和他们这些学生自由交流，他们沟通能力很强，小朋友们说话比较有逻辑，感觉也很真诚，比老师带领更能问一些他们切身体验的问题。这些学生不仅带吐，也会参加到例如答疑环节。我记得当时我们对 Extended Care 里面的 Club 有些问题，老师也是把我们领到相应的学生那里，给我们安排答疑解惑，很有意思。如果有他们回答不了的疑问或者一些突发事件，他们会和老师沟通，明确解决方案以后再来处理。这个还蛮厉害的，因为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我过去的经验是遇到难题一般都会有点不知所措，会习惯的直接把这些问题交给大人，而不是自己先搞明白再接着自己来处理。这里老吴还是要多说几句，我以前参观过所有的学校，大部分都只是由老师来带领 tour， 小部分会安排一些学生来陪同，但是这些陪同的学生呢，一般都比较生涩，你问一句他答一句，显得没有那么自信和灵活，应该主导不了这种相对比较重要的 tour。 而在 Monticello 这个确实惊艳到我了，不仅体现了这些学生的自信、成熟、有 leadership 和管理能力，也体现了学校对学生的信任。当然了，当天在场一共大概20个左右的学生，还只是总体学生的一小部分，应该也经过一定的挑选，是否那里的学生大部分都能达到或者接近这个水平还是未知的。大厅的另一角是学生制作的和课后 club 相关的展板，中规中矩，旁边依旧是学生主导来进行相应的讲解和答疑。因为教室区域不允许拍摄，所以后面就没什么视频，不过还是有一些值得说到的东西。首先是老吴最喜欢仔细研究的课表，这是个2年级一个班他们实际使用的一个课表。迅速总结一下，数学每天40分钟，表面上看是略少于例如 Challenger 和 Stratford， 他们2家呢每天大概有50分钟左右的数学课，但是 Monticello 每周有100分钟的 IXL， 这个里面呢主要的课程就是 ELA 和数学，所以算上的话呢其实也差不多。ELA 每天居然正课就超过1个小时，另外每周有3次的 morning session， 以及 IXL 里面都有 ELA， 那么语言学习的时间是远超过 Challenger 和 Stratford 这2家的。PE 每周2个小时，低于 Challenger 的每天都有1节 PE 课，但是高于 Stratford。 Reading 和 Writing 这几家都差不多， Art 和 Music 也类似。 Computer Science 这个 Challenger 和 Stratford 都是每周2节，比 Monticello 要多，但是我吐的感觉是 Monticello 即便是 CS 课程内容，不同年级还是有个系统的设置的，例如低年级学的是 Graphic Design、Digital Citizenship， 一些应用
3年级开始有 Photoshop、3D printing 啥的。另外，我记得貌似介绍老师提到高年级的 CS 课程会更多一些，这个有点记得不太清楚。Spanish 这几家默认的外语都是 Spanish， 不过 Monticello 每周只有1节课，时间少于 Challenger 和 Stratford。Tour 的时候呢，和他们 Spanish 老师聊了一下，课堂上会认字，稍微斜一丢丢。如果孩子主动一点，还能和老师交谈一些 Spanish， 但如果孩子不主动，就只能认识一点。另外，他们家的 Spanish 是没有作业的，感觉不管是1节课还是2节课也学不到啥，不知道别的私校是不是好一点。这一点上呢 Stratford 他们有一半的 campus 除了 Spanish 以外，正课里面还可以有中文选择，这是他们家的一个优势。Social Studies 和 Science 和其他家的时间呢是差不多的，不过个人更喜欢 Monticello 他们家 Social Studies 的课程内容设置，不太喜欢 Stratford 那种太早学习历史，特别是古代文明那些东西。再来看一下 Monticello 他们家特有的一些课程，例如2节 IXL 的课程，应该主要是孩子在 iPad 上做 IXL 的自适应学习和测试，而 Challenger 和 Stratford 是以人工的测试为主。好处是的确能一定程度上实现个性化的教育，按照他们的说法，每一个班级都有个别优秀的学生在一些科目学习上超前1到2个年级。另外反馈的效率也比较高，可以立刻拿到分析报告，但是坏处也有几点，一个是电子产品 Screen Time 过长，第二，我也略担心他们那个惩罚机制。我发现有的小朋友，例如我们家小吴那种，自尊心是蛮强的，如果学习或者 game 一直失败，确实会有明显的挫折感，甚至发脾气。第三，这种网络测试的反馈比较简单，而且类似于重复刷题的策略，容易导致娃并没有真正懂得错在哪里，就胡乱的试过去了，反正也没人监督。另外，这个班每天早上第1节课，除了有2天是体育以外，还有3天是 morning routine 和 language arts。我的理解应该是主要老师和孩子在这个时间进行一些互动，为孩子开始1天的课程做好准备，顺便做一些语言的训练。我不确定他们家是不是低年级都偏向于这种安排，还是只有这个班，但我还蛮喜欢这种给很小的小朋友一些准备的时间，而不是直接开始紧张的学习的这种安排。另外就是每天的最后有25分钟的总结加阅读的时间，这个设置我也觉得蛮好的，能给孩子稍微一点时间去巩固一下当天学习的知识，避免学了就忘。另外 Stratford 和 Challenger 早上的 recess 都是20分钟，而 Monticello 是30分钟，孩子稍微能轻松一些。总体来讲呢，如果对比 Monticello、Stratford 和 Challenger 他们3家，大部分课程时间是比较类似的，差别主要是一个课程内容的设置。另外 Monticello 他们家 ELA 时间每天会更长一些，而早上休息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还有一些课程，例如 CS 外语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另外我还比较喜欢 Monticello 他们家独有的早晚课，可以帮助孩子进行巩固和学习。至于 IXL 的优劣我不太好说，希望能更有多一些的网友进行反馈。也稍微看了一下他们家2年级的作业，例如写作教的同样也是总分总，或者他们叫 Three Evidence Writing 啥的，感觉效率社会，大家在写作这方面都比较同质化的教育了。稍微好一点的地方是他们会鼓励孩子自己按照 checklist 进行评判和修改，发挥一些独立自主的个性。另外他们家虽然是 project based， 但是也是有常规教材的，用的是 McGraw-Hill 数学以及英文的教材。例如数学是 Math and You， 这个在老吴参观过的学校中间比较小众，不是很了解这个系列，欢迎有经验的网友留言分享。实地去 Tour 的时候还会拿到一封介绍他们 After School Program 的信，前面我提到过，他们家会将不同的年级 After School 分在独立的房间，每个独立的房间有单独的2到3个老师来照看这个班，还是蛮费人力的一个选择，不过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应该是好事。还有一些其他的实地考察时候拿到的信息，网站上是没有的。例如这里介绍了他们家的历史，不知道为啥学校的网站上连这个学校的历史都没有，这些蛮好加到网站上去的。另外也提到他们家教育出来的学生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他们用 achieve 来总结。这里提到了使命和办学的哲学，和网站上也不是完全一样，当然了，关键词都是类似的，比如说学术能力、创造力、个性、责任感、领导力、平衡的课程。学术成绩我不好说，但是对这些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待人处事的能力，我还是信服的，因为这个 tour 全是由学生来主导的。另外也提到了学生会去到的一些高中和大学，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大学那里似乎 Ivy League 比较少，当然了，如果你不是那么鸡藤校，这些学校应该也够用了。还有一个宣传册上是介绍他们家的优势，有一些和其他私校差不多的，这里就不提了，这里稍微提几点不太一样的。例如这里提到了他们家的学生有很多的社区服务的时间，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后面提到了他们家因为有厨房，所以提供 homemade hot lunch， 而且不另外收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 bonus， 目前看到的仅此一家。后面还提到了他们学校有一个注册的护士，
貌似其他家也没有听说过，我猜是不是也只有他家有，毕竟都是额外的成本。最后这里提到了小朋友很小就开始用 iPad， 主要是 IXL 平台的 online 学习时间，大一点的孩子是用的 Chromebook。这个呢就是有好有坏了，过早的用 electronics screen time 过多也是个潜在的问题。由于是学校的开放日去的，所以遇到好多的老师。这里稍微说一下对于他们教师队伍的观察。目前 Monticello 的教师以白人为主，tour 的过程中间看到一个印度老师，聊了一下发现是个2代移民，所以英文是非常好的。老师普遍待的时间很长，例如他们 art 和 drama 的老师待了23年， music 的老师待了16年。2年级聊了几个老师，除了一个去年刚来的小伙子，其他都是待了6年以上，这个很赞，说明老师的稳定性很好。有几个曾经来这里读书后来回来教书的校友，这一点老吴还是蛮喜欢的，说明不管是学生时代还是来当老师，这些人都很喜欢这个学校。他们也聊到了教师团队的合作非常紧密，貌似他们经常会有教师的会议，大家群策群力来改进教学，也会互相帮忙教学。不过这个我猜部分是因为他们家学校比较小，教职工呢应该也不是很多，这种呢一般会更加容易团结一些。部分老师坦言留在这里主要是因为老校长的魅力，光看30年老校长以及 founder 这些光环，不难想象老校长是个把全部精力投注在事业上的人，那个人的魅力必须是杠杠的。开放日那天我们待到比较晚，得以和老校长聊了蛮久，这里稍微概括一下我们聊天的内容。前面提到过他是越南人，1975年左右来到美国，也就是越南战争以后，那些年应该蜂拥进来很多越南的难民，有些是合法的，更多是一些非法的途径，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他为啥要到美国开学校呢？据说是对美国的教育很失望，他觉得 learning is about passion， 于是决定建一个 project based 的学校，来培养孩子们在学习上的 passion， 从小培养孩子们一些例如搜寻 evidence、reasoning 之类的能力。如何解决学校的 bullying 的问题？首先呢，他说到他会教会学生如何去处理日常遇到的一些争端。另外一个就比较现实了，他提到学校有几十个摄像头，貌似有80个之多。如果发生争议，会首先查看录像，确定是非的来源。这让老吴会想起其他很多私立学校都有很多差评提到了这个 bullying 的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和老师 complain， 老师难以有所作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场景是根源于事实不清，老师很难判断。摄像头确实是个很好的选择，虽然会增加投入，这也是目前参观这么多学校中间对 bullying 解决这个问题回答的让我最满意的一所。是否会继续扩张学校？老校长坦言不想成为像 Stratford 那种赚钱的一个机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一般人说，我可能会不信，觉得这是在诋毁他的竞争对手。不过这位老校长已经用自己30年的时间的投入征服了我。一个 campus 可以事必躬亲，而如果为了赚钱进行扩张，势必难以掌控。而如果对教育本身没有兴趣，那么还不如直接卖给像 Spring Education Group， 岂不是皆大欢喜？我们也问了老校长对于目前家长选择公立和私立学校选择的一个趋势是怎么看的。他说目前可能比较流行的是私立的 K8 再加上公立的高中，虽然也有蛮多私立的 K8 读完以后继续去私立的高中的，这个我是基本赞同的。如果 K8 在私立学校能够打好基础养好习惯，高中去稍微好一点的高中应该就可以了，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毕竟我自己也曾经是小镇做题家，要说高中还靠着老师盯着，那么这个娃的前途应该是堪忧的。我们也问了小吴现在待在那个公立学校如何，其实主要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学术水平。他说以前呢那个 Monticello 是有学生从这个学校转过来的，这个学校总体的学术水平中等，会差于 Monticello 这一家，入学考试可能会有些困难。老校长呢对于这个公校的评价呢基本符合老吴的预期，公立和私立相比差一些也是自然的，他的回答还算是公允。另外坦白讲，我们今年从山谷地区搬到了库普蒂诺，对比了下前后的功效，还是略有点失望的。库普蒂诺这边的功效虽然评分貌似很高，但实际上从学校的基础设施以及教的这个学术性，还可能真的比不上山谷那边。之所以评分会高呢，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库普蒂诺这边有丰富的课后班资源，所以把娃的学术水平稍微拉高了一些。我们也问了，如果新学年要转到他们学校，考试会考些啥？他说算术会包括1到12的乘法，这里我觉得可能是他的表达或者我的理解有问题，不应该是例如1到12乘以几的这种乘法，因为我看他们家课程设置中间1年级应该也只要求2、3、5乘以几的这种简单的乘法。另外呢还会考5句话的段落写作，也就是总分总或者说 three evidence 这种写作，这个大部分私校是会教的，公校这方面自然会差一些。
我看了小吴大部分时候的写作的作业应该是写不了5句。另外他们还要考600个 high frequency 的 words， 这里应该主要是包括一些拼写。私立学校一般每周会有 spelling 的考试，所以这方面会比公校好很多。反正我们家小吴会背的肯定没有那么多，当然了，这个老吴倒不是很操心，毕竟用着用着就会了，早晚的事情。他们家的申请季也是1月份，这个所有的私立学校似乎都差不多。我也问了，如果不是完整的学年转学，而是在学年中转学，需要考啥？他也说了，应该是不需要前面说的这些考试，但如果有坑位的话，是需要 shadow 1天的，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判。别以为这个会比考试简单，我以前的视频其实提到过，我们给小吴申请过一个 Sacramento 那边的私校 shadow 1天，然后立马就被拒了，原因就是早上去那个学校的时候，他们一般就要做一些 worksheet， 然后其他学生写了5张，而小吴写了2张之类的。我不知道 Monticello 会不会那么严格，理论上从公校上学的一个孩子转到私校的话，是肯定会有一些 gap， 甚至跟不上的。那么这个尺度的把握，可能每个学校会有些不同。如果严格的话，那么这个实际上难度是比正式的考试可能还要高的。最后还有一个潜在的他们家的一个好处是学生的 diversity。我先看了 Niche 这个平台，显示亚洲的学生占比是 47%， 这个在 Santa Clara 这种地方是 too good to be true。看到他们家这个 unknown 的比例是 32.6%， 于是我就怀疑可能是这个平台数据统计的问题。然后又去 Great Schools 平台上查了一下，显示亚洲的比例 67%， 这个就比较合理了。不管是哪个平台，显示他们家白人的比例都是超过 10% 的，这个比例在南湾这个地方已经算是很好的了。而且当天去实地考察的时候呢，我发现即便是亚洲人中间，似乎并非是印度人占绝大多数，感觉和黄种人这个学生的比例是相当的。这个也侧面说明了他们家的学生 diversity 还是不错的。好了，重点来了，谈钱不伤感情。看看 Monticello 他们家收费的情况，也稍微和其他家私立学校进行个简单的对比。Preschool 的收费呢是包干的价格，早上7点到晚上6点，一年10个月大概是2万2的样子，简单明了。到了小学，这个费用就分成2个部分，也就是学费和 after school 的费用。小学和中学都很类似，大概是2万5一年。老吴这里列了个表，详细的比较了一下一批私立学校的收费情况。这个表上有4类学校， Stratford 和 Challenger 属于平价的连锁私立学校， Monticello 是就一个 campus 的小众私立学校， St. Nicholas 是个教会学校，老吴刚刚做过一期视频，一个小而美的学校，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Harker 则是顶私的一个代表。初中的价格我并没有算 after school， 只有学费，因为那时候孩子也大了，可能不需要 after school 这种服务，其他年级都是算了学费加 extended care 的费用。Stratford 和 Challenger 两家的定位和价格都非常接近，我把他们俩中间比较便宜的一家标记成了绿色，贵的一家标记成了红色，然后用 Monticello 他们家的总费用和便宜的一家进行一个对比，得到一个比例。可以看到各个年级 Monticello 比 Stratford 或 Challenger 都便宜了大概 25% 左右，而从 preschool 到小学毕业 Stratford 和 Challenger 他们家光是 after school 一年就要贵3000。你要说正课的时间贵一点，我还能找到借口，但是实在不知道他们课后服务能好到哪里去，稍微有一点点黑。帮他们找补回来一点就是 Stratford 早上 extended care 可以最早到7点，而 Monticello 他们家最早是7点45，可是即便只考虑下午的 extended care， Stratford 的费用也还是会贵很多，没有办法解释。而如果把 Monticello 和顶私相比，那总体的费用就只有一半还不到一点，高中更是只有1/3的学费。当然了，顶私贵嘛，也有它的道理，这里看看就好了。当然了，这个表里最便宜的是 St. Nicholas， 是个教会性质的学校，学费比 Monticello 又便宜了大概 15% 左右。去教会学校的代价呢，就是会受到更多的宗教信仰的熏陶，而学术往往会介于很鸡娃的私立学校和公校之间。好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方平台的评论。老吴依旧会看3个平台，也就是 Niche、Great Schools 和 Yelp 上面的评论。为了节约时间和考虑评论的时效性，只会看过去的10年，也就是16年到25年的评论。首先看一下 Niche 平台，一共只有4个，对于一个30年历史的学校来说，实在是有点少。其中2个是好评，一个是中评，一个是差评。有点意思的是，这个1星差评貌似来自于一个以前在这里工作过的老师，提的都是对学校管理的意见，说 after school 的老师需要更多的 training， 管理层不应该偏心。因为我去看这个学校的时候呢，感觉很多老师在那里待了很久很久，所以我可以脑补一下这个桥段，就是这个老师可能是个新人，进去以后和老资历的一些老师发生了一些纠纷，然后可能有一些不平等的对待。当然了，这个和学校本身的教育质量是无关的。另外一个中评来自于曾经这里的一个中学生，这个得重视一下。
他提到了大部分老师都蛮好，除了一个历史老师。然后提到了学校鼓励男女混合体育运动，这个使得更多的女孩投入到运动中去，这些实际上都是优点。最后提到了安全性和食物，说 COVID 时期这个学校的管理一般，食物一般，所以给了3颗星，总体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平台，这上面有30个评论，比历史上面要多很多了。有蛮多的差评，实际上是在16年之前的，16年至今1到2颗星的一共只有3个评论，说明学校总体的风评在近些年是有所改善的。第一个提到了小学不错，中学不行，主要的问题一个是作业太多。作业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在对私校负面评价中间比例比较高的，但是这玩意儿和学生本身的能力很相关，如果你速度慢，学得不扎实，就容易抱怨作业多。接着他否定了学校有 leadership， 最后他承认学校对于 bullying 的处理相对比较有效，因为 bullying 会得到很严厉的处罚。第二个差评，他提到了学术水平，然后也说校长经常会弄 fundraising 的 event， 考虑到他们家的收费总体比其他私校也便宜很多，我个人觉得弄一些 event 捐一些钱倒也 OK， 主要就看这个捐多少以及活动有多么频繁。欢迎有具体经验的网友分享一些更多的信息。然后呢，他还提到了校长很多时候比较独断专行，课程经常会有变化。他举了个例子，有一年取消了 pre-algebra 的课程，然后呢4年级的老师去教8年级的 algebra， 我猜可能那一年原来的数学老师离职，导致了一段时间的混乱。同时他还抱怨学校没有 leadership 或者 learning the difference， 如果是公开抱怨的话呢，孩子可能会被开除。在学校处理 bullying 的问题上呢，他也认为是 OK 的。最后一个差评，16年主要抱怨的点只有一个，从 K 开始学校严厉的要求评估孩子的学术能力，但是呢他举的一些例子来看呢，我觉得貌似也 OK， 毕竟 K 已经是接近小学的水平，除非之前去的是完全没有学术教育的 preschool， 不然提到的这些呢应该有一大半可能是要会的。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Yep 这个平台上的评论，貌似2极分化比较严重，大部分是5颗星，也有不少1星的。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个，是一个家长抱怨几个问题，一个是 integrity 的 issue， 大概说的是他们家小孩被人打了，老师没有诚实的沟通，而是尝试隐藏事实，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如果是真的话。第二个是 in-service care， 也就是他们家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特别服务项目，在例如老师培训学校不开的情况下，可以把小孩丢过去的一个服务，说是小孩去了以后整天看电影，理论上说呢这个服务肯定是好事，但如果真的如这个家长所说，仅仅是娃看一天电影，那还不如让娃待在家里。然后呢，由于各种原因，他的娃不开心，最后他正在处理退学，又有一点 drama。这些私立学校呢，这一点倒是共通的，中途退学的话，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是钱的问题。第二个差评来自于曾经的一个学生，他5到8年级在这里上，也就是偏向初中。第一个他提到的问题是规矩过多、过严格，甚至会吓到学生。如果看过老吴以前的视频，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私立学校中间呢都普遍存在，要求学生严格遵守一些纪律。我觉得这个要看一下具体是哪些纪律，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还是不能放松的，但如果是一些 trivial 的东西就大可不必。第二个是抱怨 CS 课，因为他是5年级才转过去的，可能以前的基础并不太好，我猜一下可能是一个公立的学校，所以跟不上他们的 CS 课程，而老师呢也不帮忙，所以就很艰难。这个对于所有中途转去私校的学生可能都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我参观过的大部分学校，虽然问到这个的时候都会说会帮忙补差啥的，但实操中间呢，我觉得很难，可能主要还是要靠家长和娃自己。第3点，这个有点夸张，说是校长在某些情况下会公开威胁8年级的学生，校长有能力会毁了他们的高中前程之类的。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下校长这么说，但是威胁学生肯定是不对的。当然了，目前看完所有的评论以后，最厉害的可能也就是这里的这个威胁这个词，没有提到什么实质的后果，那也就是说最多也就是嘴炮一枚。第3个说的是对学前的孩子期望过高，老吴个人呢也不喜欢对于很小的小朋友有过高的要求，抹杀了他们的天性。不过这里他并没有说明白是多大的孩子，所以有点难以判断。第4个说的是管理层比较粗鲁，厕所不干净导致了他孩子有感染生病。这里客观的说呢，我不好判断感染的责任必然是学校的，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可能学校会有爆发，而目前只有1例提到过这个情况。我猜这个有关管理层粗鲁的抱怨呢，可能是感染以后他们和管理层交涉有一些不愉快的情况。中间下面的这个评论说的是小孩在学校发生了一起事故导致受伤，他觉得学校有责任。这个是在18年，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摄像头，可以看一下具体谁的责任。第2个，他说小孩从老师那里学了一些坏习惯，例如蛮横、没有耐心啥的，换了学校以后就好了。从老吴个人的经验来看呢，小孩坏习惯常常并不是从老师那里习得的，
反而是从同学那里学来的比较多。这里的抱怨呢未必成立。当然了，如果个别小朋友有这种问题，老师是有责任来帮忙改正的。另外，他也提到和学校沟通困难，这个就属于私立学校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最后这个差评，刚才在 Great School 上面也提到过，同一个家长在2个平台上抱怨学校对于很小的小朋友过于严格，这里就不重复聊了。这一家在 Yelp 上面的差评，几乎学校100%是会回复的。这里我们就仔细看一下其中的一个案例，看看抱怨和学校的回复，进行一个对照。家长呢，先是介绍了一下背景，他们家的娃从一个 home base daycare 转到了这个学校，可以假设学术背景不是很好。然后学校的老师表现出来没有耐心，不提供有效的帮助。另外，他也提到学校的 weekly report 很奇怪，完全没有建设性的意义，却一直的发。似乎学校对于学术 brainy 的小朋友没有同情心。我们来再看一下学校的回复，他首先解释了下学校的 policy， 说学校一般会密切关注每个学生，并且汇报给家长一些发现，可能主要指的是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和家长开会讨论对策。其后呢，他也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具体的案例，说是很早就已经发现他们家孩子有 developmental concerns， 并且汇报给了家长。我不知道这个 concern 具体指的是啥，并和家长开会讨论。随后呢，学校密切的把后续的观察，甚至是 weekly running log 发给了家长。客观的讲呢，这个回复是比较 professional 的，但同时又是缺乏温度的，说的都对，但是大意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做的没啥问题，拜拜。理论上讲呢，学校密切把一些观察发给家长，确实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但是设想一下，如果我是这个家长，娃明显的已经应该由于各种原因落后了，每周收到学校的 report 轰炸，说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是没有改善，那么家长必然会不知所措，甚至很有失落感。我们平时和亲戚朋友聊到孩子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这种情况，孩子各种原因学习不行，学校的老师呢，要么彻底放生，要么经常性发各种信息来汇报各种问题，家长呢只能两头受气，也不知道该咋办。总体来讲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学校大部分回复都类似，比较 professional 的免责声明，相对呢却是缺乏温度的。其实所有的好评和差评老吴也都看了，这里简单的总结一下。首先，总体的差评抱怨中学和 preschool 为主，几乎看不到对于小学的抱怨，说明他们家小学的教育还是不错的。第二，所有的差评里面对于学术的抱怨比较少。刚才提到的一个中学学术差评，从列举的例子来看，大概率是学校损失了个别老师导致的一段时间的混乱。有几个评论集中在对于 preschool 小朋友学术要求以及学校一些规章要求较高，这个是对于私校一个很常见的抱怨。我个人觉得呢，这就是个双刃剑，一方面有可能会抹杀小孩的天性，以及如果跟不上的话呢，会让他们很有挫败感。但是大部分小朋友应该是可以跟上的，也可以养成相对比较好的学习习惯。有几个抱怨涉及孩子在学校受伤、感染，以及从老师那里学会坏习惯，老吴感觉应该是个很小概率的事件，因为这方面的抱怨相对是比较少的。另外我前面也提到过，小朋友其实从同学那里学会坏习惯的概率可能大于从老师那里习得。第五，由于转学娃个人的原因或者学校教育的原因导致学术跟不上的话呢，娃会比较吃力，毕竟是私校，有小部分的孩子必然会 lag behind， 这个问题蛮难解决，如果通过一定的方法能改善最好，不然的话学生自己和家长都会比较痛苦。有几个抱怨学校管理层粗鲁、沟通不畅的问题，要注意这个学校是 founder 管理的模式，这种学校很容易出现一言堂的情况，校长也就是 founder 决定一切，那么这个 founder 的个人的素质和 vision 就决定了学校的一切。从我们和校长沟通来看，校长是个比较果断 straightforward， 比较 fair， 对自己的事业有热情，也很清楚自己在干啥的人。老吴以前也创过业，见过不少牛鬼蛇神，在这个校长身上呢是看不见例如不踏实、爱画笔、自满之类的负面特质的。最后，即便是从负面的评论中间可以看到，对于学校大部分老师是肯定的，而且学校在处理bullying的问题上也是不错的，这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这个和前面的 St. Nicholas 教会学校是老吴参观过的唯二2个在评论中间没有提到任何 bullying 问题的学校，这个非常非常的稀有，也非常的赞。因为每个家庭的状况以及需求不同，很难给出统一的建议，这里老吴只能按照自己的一个权重，对一些需要考虑的因素进行一个排序总结。首先，这个学校是一个30年的 founder 加老校长的模式，而且校长事无巨细的深入参与了学校的管理。老吴这里还是要对这个有热情、有担当的老校长致敬。如果领头人是 founder， 并且这个人优秀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机构或者公司大概率是不会差的。目前我吐过这么多学校，大部分校长都聊过，只有这一家是 founder 当校长。其他的校长一般分为2类，一种是经验丰富的类似职业经理人，
他们素质和经验也很好，能把控一些东西，但是大事上面是有人管着并且拍板的。另外一种校长一看就经验并不丰富，和一般的打工人也差不多，应该也做不了什么决策，更加类似于一个执行者。这两种校长管理的模式一般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决策的效率不高；二，决策者并非一线的校长，那么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判。从学校公开的信息看，学校是相当的细节并且公开透明的，例如他们各个年级所要达到的具体学习目标、课后 club 的供应商信息都公开的非常透明，能让家长有种明明白白消费的享受。三，从学校课程设置上看，学校以及校长很懂孩子们各个年龄阶段的差异，设计的很合理，学术水平总体 OK。 前面老吴已经进行了不同年级课程的一个比较，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虽然他们家没有提供太多，例如一些标准化考试、跨学校，甚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对比，但是消费者也就是家长一般对这个比较敏感，从他们的反馈中间对学术方面很少有负面的评价，可以推断学术还可以。另外，貌似小学的项目是优于中学或者 preschool 的，教师资质和稳定性比较好。他们家老师特点一个是白人为主，英语啥的都不是问题。另外一个普遍待得很久，很多都是10年以上有经验的老师，这个很赞。当然这里有个潜在的隐忧，就是前面提到的1:23的师生比的问题。如果数据准确，那么就说明他们家总体的老师数量偏少。第五， After School 活动众多，介绍清晰，有一些特色的活动。我参观过的绝大多数私校课后班内容大同小异，没啥特色，而他们家有一些，例如跆拳道课、俄语课、Super Brain、Student Government， 这些都是其他家没有的，比较有特色，我也有点想上。第六， Homemade Hot Lunch， 并且这个费用是包含在学费里面的。对于上班族来讲，这个超级重要，大部分学校要么是外包的，选择很少，要么是自带，那么你就得提前1天准备，对于家长来说是蛮重的负担。第七，利用 IXL 辅助个性化教育。如何因材施教，在师生比不高的情况下实现个性化的教育，对于每一个私立学校都是个难题。在大部分学校实地考察的时候，我都会问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不是很满意，比较含糊。这一家呢，尝试用 IXL 的自适应体系，让不同学习能力的孩子都发挥他们的才能。具体结果不好说，但至少是有效的尝试。当然了， IXL 系统本身前面也提到过一些负面的反馈，例如惩罚系统会给孩子带来压力啥的，有待观察。第八，有效的处理 bullying 的问题。这个学校是目前所有的学校中间可能除了教会学校这方面最让人满意的一家，甚至连负面评论里都肯定了他们家这方面做得不错。前面说到他们家摄像头特别多，能有效的排解纠纷，同时对 bullying 的惩罚很严厉，给他们点个赞。第九，这个稍微有一点负面，特别是对于年纪比较小的娃，如果学术落后可能会比较费劲。这个是从一些负面的反馈里面总结出来的，应该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家，适用于所有的私立学校。希望大家的娃都不要落后，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第十，学费和其他私立学校相比，至少是有 25% 以上的巨大优势。这个在前面汇总比较的时候仔细的分析了，虽说钱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肯定不能不考虑，不是？最后一点，学校可能有很多规章制度要遵守，学校对于家长的一些反馈可能缺乏温度，这些主要也是从负面反馈以及学校的回复中间总结出来的，倒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和学术无关。但是呢，如果能更有人情味，自然就更好了。最后的最后，真没想到2025年老吴能坚持花了无数的时间，仔细研究了10所学校，其中5所在 Sacramento 地区，5所在湾区，其中甚至还包括了这边2家最大的连锁私立 Stratford 和 Challenger， 工程巨大。除了小王不情不愿的大力支持以外，自然也离不开广大网友的支持。如果大家喜欢老吴的视频，对您的家庭选择学校有所帮助的话呢，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加收藏老吴的油管和小红书的频道，油管上面长视频会更加多一些。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